AI 時代，孩子到底應該早點接觸各種科技，多一點屏幕時間，才不會掉隊？還是恰恰相反， AI 越強大，我們越要保護孩子那些不被屏幕佔滿的時間？這是現在很多家庭每天都在經歷的拉扯。前2天出差，我遇到一個23歲的程序員，他是我見過最 AI native 的人，各種 AI 工具都用得特別熟，真的在用 AI 超越了很多老程序員。但有意思的是，他的童年恰恰不是那种被屏幕餵大的。大家好，我是 ZZ 爸爸，主業是 AI 產品經理，太太是兒童心理學家。我知道很多家長都對屏幕時間很警惕，但現實中又很難完全的避開，偶爾也想放任。但這個23歲的程序員的故事反而讓我更確信了一件事：孩子不是越早接觸技術就越能適應新技術，很多時候正是那些沒有被屏幕填滿的童年，才給了他以後真正用好 AI 工具的底層能力。聽完這個故事，你可能會跟我一樣，對孩子的成長鬆一口氣。現在大家都公認屏幕時間是公敵，這個想法有多深入人心？皮克斯最新的動畫都拍出來了，《玩具總動員5》刚刚上映。Oh, thank you! Hi there, I'm Lilypad. Let's play! Oh, extinction! Not again! Bunny, screen time's over now. Okay. 裡面的反派就是一台平板，叫 Lilypad， 很明顯就是在影射 iPad。小女孩迷上了这個她，漸漸冷落了 Woody 和 Buzz Lightyear 這些老玩具。那台硬控孩子的平板成了故事的反派，很多家長應該都能感同身受。怎麼管住孩子一直盯着的屏幕？我覺得皮克斯都來晚了好幾年。控制 screen time 這件事已經提了好多年，我甚至看到一個我們附近的在競選學區委員的口號裡面說 no screen time。 這個本能沒錯，但為什麼要控制？有沒有足夠的信念去堅持？我來講講我遇到的這個年輕人，他剛大學畢業，算是看一下我們的教育理念可能跑出來的一個樣本，正好能幫我們把這件事看得更清楚一點。先說他的厲害之處，他剛入職1年不到，就成了公司內部 AI 的超級用戶，給其他人做 Cloud Code 的培訓。他培訓的對象都是幹了很多年，職級比他高一大截的老程序員。他跟我們說，他根本沒在 AI 出現之前編過程，所以他只會用 AI 編程。但更讓我眼前一亮的是，不是只是技術，他特別會跟人打交道，跟任何人都能聊，不同背景、不同職級他都接得住。這在程序員裡非常少見，尤其是剛入行的，很多人碰到非技術的人話就少了。他完全不是，跟誰都很自在，而且他聊的不只是技術，也會聊用戶體驗，聊商業模式，這些是傳統程序員不會去多想的。這才是 AI 時代真正稀缺的東西。寫代碼這種具體的活 AI 可以接管了，可它做不到的是你能不能跨專業去跟人討論合作，能不能把看起來不相干的事情連在一起。他一點都不怕講自己的觀點，對很多事情都有獨到的見解，既成熟又有少年感。當然他23歲本來也就是個少年。臨走那頓飯，他跟一個職級比他大4級的 director 為一個用戶體驗的細節差點吵起來。他直接問對方，你有沒有走過我們這個流程？為什麼我這樣做是合理的？旁邊的人都被他捏一把汗，但他據理力爭。我當時心裡就一個念頭，哪天我要是自己創業，第一個就想拉上他一起。在大公司裡太屈才了。那問題就來了，一個初出茅廬的人，這些能力是怎麼來的？我們吃飯的時候聊起了他的成長經歷。他是在一個偏遠的小島上長大的，年齡上雖然是標準的 Gen Z 00後，可他非說他的成長經歷更像是 Millennial， 也就是80後。我問他為什麼這麼說，他說因為島上的技術比外面的世界晚了好多年。他從小沒有智能手機，沒有網絡遊戲和視頻，聽的是索尼的 Walkman 隨身聽。我問他，你第一個玩的遊戲是什麼？
他說是魔獸爭霸，而且是单機版的，是要连局域网面对面玩的那种，而且台式机還是自己組裝的。你听听，這跟我們80後小時候玩的一模一樣。我意識到這個最會用 AI 的人，從小不是被算法餵大的，恰恰相反，他小時候有大量的時間跟真人相處，自己折騰。上大學之後接觸了這些 AI 工具，很快就上手了。工具隨時都可以學。AI 圈有個說法，半開玩笑半認真吧，說的是不要學 AI 工具，因為等你學會了，這個工具可能已經過時了。更重要的是怎麼提出問題，選擇解決什麼問題，怎麼用工具去實現自己的願景。工具不用急，永遠都有新的更高級的，重要的是底層思維要清楚。你看 GPT 剛出來的時候，大家都覺得 prompt 很重要，怎麼跟 AI 說，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給你什麼結果。現在也完全不需要了，就跟 AI 正常說話就可以。這個年輕人還有一個細節特別有意思，我得補一句，他是個基因和文化上的大熔爐，血統混得非常複雜，最多的一支也只有 15%， 幾乎他就是一張全世界的平均臉，猜他是什麼族裔的都有，所以他跟誰都聊得來，也不是偶然。他習慣了在很多個文化之間游走。說回我們家，在 Screen Time 這件事上，我太太主導做了一個很大膽的決定，在很多人看來可能有點徒勞。她跟我分享了一個關於孩子大腦發育的研究，我印象很深。這個研究是 NIH 做的，縮寫正好是 ABCD， 是美國最大規模的關於兒童大腦發育的研究，長期追蹤了1萬多個孩子。他們發現每天使用屏幕時間超過7小時的孩子，大腦皮層出現了比較早的變薄的跡象。屏幕超過2小時的孩子，在語言和思維測試上的分數更低。但這裡要小心，這只是一種相關性，不是因果。而且大腦皮層在青春期成熟的過程中本來就會變薄，而更重要的是，更長的屏幕時間影響到了孩子的注意力、語言和情緒狀態。換句話說，問題可能不是屏幕本身對大腦的影響，而是屏幕擠掉了什麼。睡眠、運動、面對面的交流、閱讀、想象和自己解決問題的時間。還有一個更加確定的研究是關於自控力的。大腦的前額葉就是負責自控管住衝動的那個區域，是最晚成熟的部分，大概要到25歲才能長好，而且男孩往往比女孩還要更晚一點。這些是神經科學裡證實的東西，也是為什麼大家覺得青春期的孩子其他方面似乎成熟了，但就是管不住自己。所以我們家定了一個規矩，對於電子遊戲，尤其是男孩，24歲之前都不碰。邏輯很簡單，現在的很多遊戲和 App 的設計就是不斷讓你分泌多巴胺，讓你停不下來。就像是孩子還不會剎車，你就讓他去開一台很快的車，我們覺得不值得。講到這兒，我得說一句大實話，也不是所有的屏幕時間都一樣的危險。就說我們80後自己是怎麼長大的，每年放假就是那幾部翻來覆去看的經典電視劇和老電影，後來都成了我們這代人的共同語言，悄悄塑造了我們看世界的方式。今天這樣的好內容一點都不少，甚至更多。我會在以後的視頻裡專門分享一下我們家整理出來的一些 App 和片單。你對 Screen Time 怎麼看？會嚴格控制還是看情況？歡迎在評論區裡聊。如果今天這一期對你有點啟發，點個讚，關注一下，我們下期見。